我们今天继续来玩 1.16 的空岛生存。我也是在评论区里面看到有很多小朋友特别喜欢看这个系列，而且我最近几天还看到有人发了一个视频，是关于村民交易所的，想不起来是谁了。不过我觉得那个设计思路还是挺棒的，我后来就在创造里面去摸了一遍，今天就打算在这个存档里面做出来。我在岛上转了一圈，终于找了这个破房子了。我还不知道这个房子大家还记不记得是用来干嘛的，这好像是我们做的第一个刷怪场所。我们现在要从里面先勾引一个僵尸出来。这里呢，我提前做了一把斧头，我希望僵尸可以把它捡起来。不过现在白天，我让他捡一下，我看他能不能捡起来。好像不太行，这白天他会晒死的。我可不可以把我的帽子给他呀？钻石帽子，这个也不能随随便便就给他吧。到晚上了，我们来看看这几个僵尸他到底会不会捡我的斧头呢？好吧，他没捡，那我们就把他给杀掉。好，有了，再给你戴个帽子。哎呀，这个帽子呢？我们现在的一个问题呢，是该怎么样把它运回去？我看还是给它做一个遮阳的比较好，这样到了白天它也不会被晒死，大家也不必担心它会消失，因为它拿了我们的斧头就不会再消失。那么就等我们把交易所做好之后，再把你拉过来。我们做了这种新的交易所呢，就跟外面的那种2元杂货店是一个性质的，通通只卖2元，全场只要2块钱。其实说的准确一点，应该是只要1块钱。好，我们把这后面这块地给扩大一点，这样的话我们交易所才能够多容纳几个村民。我从繁殖机的后面呢，又给它引出来一条铁路，那么它的作用就是让村民进入它的坑位。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铁轨是动力铁轨还有激活铁轨交叉的摆放，激活铁轨呢在点亮的时候就可以让它下车的。那么我们希望让村民下车站到这个铁块上面，那么村民下车呢会在它周围的8个格子里面寻找能够下车的点，所以我们就得限定一下它下车的范围，还是要把其他的7个格子都给填满。我这里所说的填满就只是放上下半砖，这样就可以让系统认为那个地方不能下车。这里还是跟往常一样，要放上红石火板还有压力板。每一个隔间里面呢，我们还要给它放上活板门，这就相当于一个开关，如果你把它打开了，那么僵尸就会对这个村民进行感染。这后面呢还要铺第2层铁轨，第2层我们选的材料呢需要用到玻璃，这样村民过来的时候就不会被方块给窒息。那么我们再把玻璃上面的铁轨铺好，这一层铁轨呢是给僵尸用的。最后记得在顶上面做一些遮光方块，以防僵尸被晒死，以及刚刚转化成的僵尸村民也是会被太阳晒死，所以我们要保护一下。现在已经做成了一个 U 字形的交易所，我们先把照明这个问题解决一下，不然空岛的话这里是很容易刷怪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僵尸拉过来了，我打算用铁路把它运回去，但是铁轨是阻挡它前进的方块，所以如何让它坐上车，这个我们得想想办法。它只要站到铁轨上面，它就会一直往前面走，看到没啊？哇，好疼啊！本来困难难度的僵尸它就有几何星的攻击能力，现在他还拿了一把攻击9的斧子，那更疼。来看我的老汉推车，我先用方块搭了你的背后，我只要跑步过去击打一下他的矿车，就像这样，他就跑了，看到没？我们不能跟他有肢体接触，所以这样推是最为安全的。好，他已经推上来了，这上面没有遮光的，我们赶紧把它遮一下。尽管他现在戴着帽子在，但是在阳光的暴晒下，他的帽子会渐渐的耐久变低，久而久之呢，他就会被晒死。现在好像还有一点问题，这个村民他没法感觉到他前面的这个工作方块。刚刚听到有小朋友说在他们面前放上岩浆块能够解决问题。岩浆块这个东西它比较特殊，我想的话应该是用来阻断其他村民寻路用的。好，来给你们每个人都安排上。我现在做的这个交易所呢，没有像以前那样给他们头顶放一个半砖，可能是放半砖的原因能够阻挡他们的寻路，但是放半砖呢，我又会觉得跟村民交易不太舒服。好，我再把这个工作方块打掉，重新放一下再看看。好像有效果。怎么搞的，小老弟，你怎么又不行了？到底是谁站出来？谁把这个工作方块给锁定了？我操，不是吧？你这隔着墙都能看到，隔山打牛。小伙子，你眼力不错啊，这个问题我又该怎么解决呢？我这次倒要看看你是怎么看过来的，直接一堵墙都给你封死。好，我们再把这个讲台拆掉，再重新放上。好，有职业了，那我们顺便就来刷一波交易吧。
怎么又没反应了？实锤啊！这个家伙他真的开挂，这么远你都可以透视过去。你看他这犀利的眼神，他在对着哪里在看在？这分明就是把那个讲台给锁住了。行吧，我给你们2个人一人一个粪桶，你不要再去锁我那边的工作方块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打断一个村民来看看，先来跟他交易一次，来锁住他的交易，然后把后面的板子打开，那么僵尸呢就会打到他。好，现在可以把这个拉杆拉开，让僵尸动起来。哎，这个僵尸他是不是锁定了我呀？他不会打别的村民。好，我走远一点。我现在已经走这么远了，我用灵魂出窍去看一下是什么情况。你看，他不会是锁定了上面的村民吧？他的身体都不是朝向那一边，他在看后面。我真是服了，我只能把上面的墙都给糊起来了。你看，他应该就不会再锁定上面的人了。好，这一次他应该会攻击。哎，等等，喂！你个弱智，你打错人了，你怎么打了这一个啊？他是无辜的。昨天晚上弄的时候啊，其实还有很多细节没有搞清楚。我现在已经把这个交易所已经完善好了。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打错人的现象呢？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上面我已经给它放上了木板，因为僵尸走到这第2排的时候，他可以从这个缝隙看到第1排里面的村民，那么他就会记住这个仇恨，第2次过去的时候就会把之前那个村民给打掉。现在放了木板之后，他就无法再看到底下的村民了。还有一点呢，村民的头顶要用玻璃板给他挡一下，防止他到处乱跳。而且玻璃板呢，还可以保证僵尸能够让他看到村民。最后交易所的旁边呢，不能有其他的村民，不然这个僵尸就会一直记他的仇，怀恨在心，最后就会导致无法工作。所以啊，我也是把这边的村民都给转移走了。还有这多余的一个村民，大家不要在意，只不过他只是从繁殖机里面不小心蹦出来了而已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场就来打断一个村民来看看，把后面的板子打开，然后啊，我们就跑到前面，将拉杆拉开，让僵尸动起来。哎，不过这边有一个村民，不能让僵尸看到这个村民，我得想办法用东西把他给包围起来。好了，可以让他走了，我们只用站在中间，僵尸是不会锁定我们的。我们这时候呢，再用灵魂出窍上来看一下，僵尸啊，只要抬起了他的斧头，就说明他已经有攻击目标了。我们来看看会不会是这个村民。哎呀，打到了，所以说他现在是已经锁定目标状态。那么他第2次过来就可以把这个村民给干掉。好的，就跟我所说的一样，这个僵尸呢已经被感染了。我们现在再把拉杆关掉，再来看一下，僵尸现在啊应该是把斧头放下来了。好的，看来我说的没有错，那么也就是说现在他并没有攻击目标。好的，本期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，我们最后再把这个僵尸让他复活。复活的村民啊，基本上就只要1-2块钱就可以跟他交易了。从此之后呢，就可以跟村民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了。好的，如果大家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记得给我的视频点赞3连哦，我也会尽力做出更多优质的视频给大家的。好的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